第二天，请找出3档高股息或稳健型股票，列出殖利率、EPS。小程已经找到了他的北极星，现在他需要为他的旅程选择可靠的交通工具。这一步是将抽象目标落实为具体行动的开始。带住昨晚写下的投资宪法，小程感到动力十足，但同时也有点不知所措。市场上的股票上千只，到底该从何选起？他想起一个前辈说过，投资先求稳，再求好。他的目标是安心与稳定，所以应该从市场上公认的稳健型标的入手。心法是初学游泳，不应直接跳进狂风巨浪的大海，而应从平静的泳池开始。你的首批核心持股就是让你建立信心，熟悉水性的泳池。如何筛选稳健型标的？小程为自己设定了几个简单的筛选条件，这符合他追求简单感的内心渴望。规模大，流动性高，大家耳熟能详，买卖容易，配息记录稳定，过去几年都能稳定发放股利，资讯透明易懂，容易找到资料，不用研究复杂的技术。根据这3个条件，找出了4档常被讨论的标的：高股息 ETF 0056、00878、00919和一档市值型 ETF 0050。他打开证券 APP 和公开资讯观测站，开始记录关键数据。纪律投资决策必须基于客观数据，而非主观感觉或他人名牌。亲自查询并记录是培养独立判断力的第一步。小程的高股息 ETF 3巨头考察笔记：1. 元大高股息0056，类型预测高股息 ETF 支援了考察理由。台湾第一档高股息 ETF， 历史悠久，流动性极佳。他从台湾50合中100成分股中挑选预测未来1年现金股利殖利率最高的30档股票。关键数据以过去历史与市场共识为例，殖利率约 5.5% 到 6.5%， 因其成分股含外景气循环股，殖利率会浮动。EPS 每股盈余约 2.0 到 2.5 元，反映成分股总和的获利能力。小程的观察，0056是市场老大哥，经历过多次多空考验，配息记录悠长，它的波动比大盘稍大，但长期趋势向上。2. 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，类型 ESG 结合高股息 ETF， 考察理由规模成长飞快，深受存股族喜爱。它主打 ESG 环境、社会、治理筛选，并采用过去3年平均殖利率来选股，成分股多为金融、传产龙头，走一个稳健路线。关键数据以过去历史与市场共识为例，殖利率约 5.0% 到 5.8%， 走势相对平稳。EPS 约 1.7 到 2.0 元。小程的观察，00878的净值波动相对0056平缓，既配息能提供更频繁的现金流感受，很符合我想要的安心感。3. 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类型，黑马级高股息 ETF， 考察理由近期市场的当红炸子鸡规模暴涨。它的选股策略是在每年5月根据最新公布的殖利率筛选，并设有收益平准金机制，旨在维持配息的稳定性与高度。关键数据以过去历史与市场共识为例，殖利率约 6.5% 到10%，因其选股机制与平准金，初期配发金额令人惊艳。EPS 2.5到 3.0 元，反映其挑选当下最高息成分股的强大能力。小程的观察，00919的高殖利率非常吸引人，但它的历史相对较短，我需要观察它能否在多年后依然维持如此高的配息水平。这档适合追求更高现金流的投资人。4. 台积电2330类型，世界级成长型龙头股，考察理由台湾的护国神山，技术领先全球。虽然大家不把它当成高股息股，但其稳健的获利和持续的配息非常符合稳健定义。关键数据以最近年度资料为例，殖利率约 1.5% 到2%，影响较低，因为市场更看重它的成长性。EPS 约32元，获利能力远远超过前2档 ETF。小程的观察，台积电的殖利率虽然低，但它的 EPS 极高，代表公司非常赚钱。
股价的成长潜力是主要的报酬来源。这让我学到，报酬不只来自鼓励，也来自价差。看着这份数据，小程有了重要的领悟：没有完美标的，只有适合你的标的。0056，老字号，经历过市场考验，流动性之王。00878，稳健代表，波动相对小， EST 趋势加持。00919，高息黑马，追求极致现金流，但需观察长期续航力。配息频率也是策略。00878、00919都是季配息，如果将它们组合，可以打造月配的效果，让现金流更平滑。这点很吸引他。他告诉自己，不要只看广告上的高值利率，历史的稳定性才是存股的基石。小程学会了用数据比较同类型产品，并理解了风险与回报的取舍。这份笔记不仅是资料整理，更是一个思考过程。你也可以像小程一样，拿起支笔或打开 Excel， 亲自为你感兴趣的标的建立一份质量的考察笔记。小程在记录了3档高股息 ETF 的数据后，和您一样，脑中浮现了一个疑问：如果全部压在高股息 ETF， 会不会不知不觉中承担了过多的单一风险，全部集中在高股息因素？他带着这个疑问去请教了一位他尊敬的投资前辈。前辈听完他的分析后，笑着画了下面这个图：小程的投资舰队升级蓝图，核心舰队60%求稳，跟随整个市场成长。人大台湾50、0050，富邦台50、006208。功能是提供市场平均报酬，降低整体波动，如同航空母舰，是舰队的主体与根基。卫星舰队40%求增强收益与机会。高股息分队30%创造现金流。0056、00878、00919可自行分配，如同驱逐舰，负责护航与战术任务。机会主题分队10%满足探索欲，例如台积电2330、美股 VO、特定产业 ETF， 如同侦察机，小规模出击，不影响大局。核心资产的任务是活下来并稳健成长，卫星资产的任务是创造超额回报或现金流，先求不败，而后求胜。0050代表的是台湾整个股市的平均报酬。你买进0050，就等于相信台湾的经济长期会向上发展。这是一个最简单、最分散的赌注。高股息 ETF 是策略型产品，他们只选择符合高股息条件的股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选股策略。任何策略都可能在某些年份失灵，例如成长股大涨时，高股息股可能落后。避免看不见的集中风险。0056、00878、00919的成分股有许多重复，例如联发科、联电、长荣等。如果你3档都买，看似分散，实则可能过度集中在某几档股票或某个产业。前辈解释道，真正的纪律从资产配置开始。你原来的想法全部买高股息，就像组建一支全是驱逐舰的舰队，虽然火力不错，但缺乏战略纵深。而核心卫星策略是先为你打造一艘坚不可摧的航空母舰0050，再用驱逐舰、高股息 ETF 和侦察机机会股来辅助它，也方便以后执行再平衡计划。你已经远远超越了跟风买进的阶段，开始用建筑师的思维来规划您的财富大厦。这条路是这样的：新手学标的，什么是0056？什么是00878？进阶学配置，如何让0050和高股息 ETF 协同作战？高手修心性，如何坚守在平衡的纪律，不被市场情绪牵着走？请记住，没有一个策略能保证收益最高，但一个好的、有纪律的资产配置策略，能保证你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能活下来，并稳健地朝向你的北极星前进。稳步前行，纪律为伴，时间终将为您带来最丰厚的奖赏。第二天晚安。这一天，小程学会了用数据说话，并开始建构自己的投资逻辑。